220的性能究竟如何？俄罗斯媒体进行了分析，并给予了高度评价，它会给其他国家带来明显的恐惧。敬请关注本期军事热点。目前，我国的西安飞机工业公司正在研发轰20战略轰炸机。由于关于这款战略轰炸机的数据少之又少，因此不少外国专家只能通过有限的数据来分析它的性能。近日，俄罗斯媒体分析并评价了正处于研发阶段当中的轰20战略轰炸机。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中国西安飞机工业公司研发的轰20战略轰炸机将会超越解放军现役的轰6轰炸机的所有型号。在尺寸方面，轰20将不会小于现役的轰6，并且轰20战略轰炸机还增加了燃料和武器的可用面积，还带有隐形的功能，与美国的 B2 和 B21 非常相似。不仅如此，轰20战略轰炸机还有望以亚音速飞行。有消息透露，这款战斗机在不进行空中加油的情况下，飞行距离将能够达到12000公里。如果进行空中加油的话，它的飞行距离将会变得更远。所以说，中国解放军空军将首次拥有洲际远程轰炸机。根据各方面的猜测，轰20战略轰炸机的战斗负荷将能够达到45吨。最为重要的是，这款轰炸机将能够使用常规武器以及核武器，并且还有一点非常值得关注。目前，中国空军的轰6轰炸机即使在空中加油的前提下，依然只能在第一岛链内进行有效的打击。但是解放军拥有作战半径更大的轰20战略轰炸机后，他们将能够打击到更远的区域。这些区域就包括夏威夷群岛以及关岛。此外，轰20战略轰炸机可以凭借其12000公里的飞行距离打击美国本土，所以说这款飞机将能够给中国空军的实力带来非常大的提高。经过推测，很有可能到2025年的时候，中国空军的首批轰20战略轰炸机中队将会服役并执行战斗任务。届时，新的轰20战略轰炸机将会一步步取代现役轰6轰炸机。虽然说这些旧式轰炸机可能会继续服役，但是在进行紧急或重要任务的时候，中国空军肯定会用轰20战略轰炸机。总而言之，虽然说目前轰20战略轰炸机的确切消息以及综合实力我们并不清楚，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未来轰20战略轰炸机将会对中国非常有用。同时，它会给某个大国带来明显的恐惧。印军重新部署130万大军后，我军在边境地区又有新动作，并且再次进行了亮剑行动，或将引发印度担忧。敬请关注本期军事热点。自今年5月初，中国与印度在边境地区爆发冲突以来，双方就开始不断地向敏感地区进行增兵以及部署武器。几日前，印度方面在敏感地区重新部署了130万大军，以此来应对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冲突事件。然而，就在印度重新部署130万大军后，我国又有了新的动作。据媒体报道，在过去的几个月以来，中国解放军在不断的改善以及新建中印边境的基础设施。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中国在阿克塞钦地区建造了直升机场。据了解，中国解放军在阿克塞钦建造的直升机场非常接近实控以及当地的一条公路，这条公路连接了印度拉达克列城和 DBO 空军基地，对于印度方面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显然，我军的这一做法很有可能引起了印度方面的极度担忧。如果印度与中国交战的话，我国直升机将能够以最快速度从阿克塞钦直升机基地起飞，炸毁这条公路，切断印度拉达克列城和 DBO 空军基地的联系。届时，印度将会陷入一个非常被动的局面。不仅如此，我国不仅修建阿克塞钦直升机场，还进行了一次亮剑行动。近日，我国军事媒体发布了一段关于我国解放军展开实弹战术演练的视频。通过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次实弹战术演练的主角是新型防护型突击车。我军通过遥控机枪，精确地压制住了敌方的火力点，搭载的步兵迅速通过敌方前沿，直接插进敌方深处。随后，我军步兵使用云爆弹、重机枪等武器对敌方进行打击。前不久，我国媒体还报道出，在海拔5000米的高原上，我军边防战士身穿单臂外骨骼运送相关物资。据了解，这件装备能够帮助我军边防战士背起与成年人体重相近的物资。最为重要的是，这件装备还能够有效避免边防战士在运送物资时腰部和腿部的损伤。由此可见，我国陆军的战斗力非常强大，并且我们也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来应对今后可能发生的一系列冲突事件。
据获悉，印度军方已经获得授权，将弹药储备水平从此前的应对10天激战提高到了应对15天激战，目的是为了确保能够有足够的导弹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两线战争。但是，不知道印度士兵看到我军的作战水平以及武器装备之后会有什么感想呢？美国方面再次推测我国核弹头数量，如果美军对我们发动核打击的话，我们该怎么做？杜文龙，当量高低我不管，只要遭攻击必核反击。时至今日，核武器已经成为了一个军事强国的象征。近年来，我国在这一领域的发展非常迅猛，因此我国核武器储量引起了美国方面的密切关注。近日，美国方面再次推测了我国核武器的数量。据媒体报道，美国方面在一份报告中推测，中国解放军目前已经拥有了350枚核弹头，其中约有272枚核弹头可以用。这一数据远高于美国国防部预测中国核弹头的数据。不仅如此，美国的这份报告还认为，中国的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也会搭载核弹头。由此可见，美国方面对我国核弹头的具体数量并不清楚。但是，这并不会让人感到意外，毕竟各国对自身核弹头的数量都非常保密。然而，不管是根据美国的这份报告，还是从美国国防部的猜测来看，中国核弹头的数量远不及美国核弹头的数量。那么，与美军相比来说，我国的核弹头数量是不是少了点呢？我们要不要继续增加核弹头的数量呢？毫无疑问，我们肯定要继续发展核武器，毕竟美国对我国施加的军事压力在不断增加，并且我国周边的局势也开始变得非常复杂。如果发生冲突要进行核反击的时候，这些核弹头的数量远远不够。所以说，我们也要适当增加一些核弹头的数量，以此来进一步增加我国的核威慑力。但是对于我国目前来说，我军核弹头的数量并不少，因为我国发展核武器并不是为了进攻，而是为了用于自卫，所以我们并不需要追求与美军同等量级的核武器库。一直以来，按照美军的想法，在战争中使用战术武器会有助于在冲突中快速取得胜利，所以他们在情急之下很有可能会优先使用核武器。二战中的广岛和长崎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如果说美军真的对我国使用核武器，对我国进行打击的话，我们又该怎么去做呢？显然，我们肯定会予以核反击。但是，如果美军为了防止引发全球性的核大战，仅使用核当量极低的核武器来打击我国的话，我们还会用核武器进行反击吗？为此，我国著名的军事专家杜文龙给出了他的看法：当量高低我不管，只要遭攻击必核反击。据分析，杜文龙之所以这么说，很可能是因为核当量的高低根本无法判断。所以说，我们只要遭到美军的核打击，就必然要进行核反击。不得不说，美军才是当今世界上威胁最大的国家，毕竟他们的核武库非常庞大。但是我们并不用太过于在意，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继续发展我国的核武器，提高我国的核威慑力。毕竟只有这样，美军即使有再多的核弹头，也不敢轻举妄动。当初中国没有购买俄罗斯的液氧煤油发动机，导致长征5号走了一些弯路。为何说这么做是值得的？据媒体报道，12月14号，俄罗斯航天局在莫斯科以北约800公里的米尔尼航天发射基地将安加拉 A5 火箭发射升空。这也是俄罗斯人第2次发射安加拉 A5 火箭，而上一次发射已经是6年前的事了。俄罗斯发射安加拉 A5 火箭的举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上个月中国通过发射一枚长征5号火箭，将月球探测器嫦娥5号送上太空的事情。因为安加拉 A5 火箭的运载能力与中国的长征5号相似，并且2年前俄罗斯航天局就有透露，安加拉 A5 火箭未来将会执行俄罗斯的探测器登月任务。要说俄罗斯的安加拉 A5 火箭发射可谓是姗姗来迟，并且也有可能是受到长征5号的刺激。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人第2次发射安加拉 A5 火箭被认为是在追赶长征5号，当他们在第1次发射安加拉 A5 时，不少人却借机指责中国的火箭走了弯路，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在我国立项长征5号的时候，对于长征5号该用什么燃料的发动机一直存在争议。现在我们知道，长征5号的新一级发动机是 YF717 氢氧发动机，另外还有 YF100 液氧煤油发动机作为助推器。不过在当时，不少人认为我们可以将液氧煤油发动机作为新一级发动机，这样也就省去研制氢氧发动机的时间，而液氧煤油发动机则可以直接从俄罗斯购买。俄罗斯的液氧煤油发动机一直是其强项，其 RD-170 发动机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火箭发动机，就连退役航天飞机后的美国人也不得不求助俄罗斯。俄罗斯将 RD-170 的衍生产品 RD-180 卖给美国人，赚得盆满钵满。而此次安加拉 A5 火箭采用了 RD-191 发动机，同样是 RD-170 的衍生产品。
2017年，长征5号火箭发射失败，就有发动机的原因，这也导致当时长征5号的发动机一度归零。同时，俄罗斯的制造商还提出，希望中国可以购买一些 RD-180发动机。那个时候就有人表示，氢氧发动机结构复杂，安全性低，不利于保存。中国如果购买俄罗斯的液氧煤油发动机，就不会经历那样的失败了。不过，氢氧发动机的优势却是不能忽视的。在所有火箭燃料中，液氢液氧理论比重最高，意味着火箭能用最少的燃料获得最大的推力。此外，液氢液氧也是最为清洁的燃料，而且氢氧发动机可做多次点火重启。这意味着将来要让我们的飞行器做深空探索，氢氧发动机是绕不开的。即使我们能买到更好的液氧煤油发动机，也不能说就不去研制氢氧发动机。所以我们选择了走弯路，这才是深谋远虑。